这水怎么变颜色了？小心，快走！严的，绿洲是巨蛇所化。我天，这蛇怎么有9条尾巴？难道是典籍上所说的，这是魔族神兽九尾蛇？若真是九尾蛇的话，大家护好周身，其血有剧毒，不可沾染其血。嗯。退后，严旦！小心，这蛇尾能重生。典籍上说过，9条尾巴当中有1条是命门异尾，只要找到它就可以了。那条尾巴不会重生的。2条，它们互相缠绕在一起，彼此相互，肯定有1条是异尾。不要轻举妄动，若砍错了蛇尾，导致重生会更加危险。这样，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仔细观察。小心啊，你们！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剜肉？我可以帮你疗伤的。蛇毒剧烈，唯有去除方可疗愈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小心，有幻术！不是都说九尾蛇之前随着魔族已经消失了吗？
他怎么会又出现在这儿？也许之前我们有谁见过他，留下了恐怖的记忆，他才会出现在魔像里。哎，你们之前谁见过他？此蛇定是出自参与过仙魔大战的火德元帅。当年，正是他将师傅送回的天界。此蛇既与魔族有关，我倒想看看与魔族相关的消息能在茶楼里卖个什么好价格。你傻呀，这有什么赚头？要我说，不如把他的蛇牙给拔下来，这样更有价值。我最近呢，想写一本神仙益智画本，用他的蛇牙拿去当道具，定能刻满。财迷心窍。蛇牙取到了，我们走。你变男装做什么？莫要胡来！我穿女装进去干嘛？抢人家生意啊？我们是来查线索的，自然要低调一些，当然是男装更方便喽。严旦说的没错，你若不入红尘，怎知你心中到底有没有尘？不去。别装了，走吧你。公子，您喝酒。谢谢。公子，请喝酒。杭州，喝酒。这是谁啊？这可是我们这儿的头牌，扶霜姑娘。好，跳得好，扶霜姑娘。哎呀，扶霜姑娘跳得太好了！要是扶霜姑娘能陪我一宿的话，公子，请自重。我出1000斤，我出1000斤。我们是舞女，又不是青楼女子，她这样做也太过分了。这萧气可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，这扶霜今儿可真背，竟被他给盯上了。怎么说？这萧气啊，明面上是此地附身，实际上是出了名的采花大盗。最爱用迷香、迷烟这等下作手段，身上命案无数，萧家与当地官府沆瀣一气，唉，没人能奈何得了他。你看，这线索不就来了？多谢萧公子盛情，只是萧公子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尽欢房是舞房，并非秦楼楚馆。姑娘们卖艺谋生，萧公子若想夜宿，尽欢房怕是不能满足。扶霜，来，敬萧公子一杯。慢着，这1000斤的酒，能这么随随便便就喝了吗？怎么也得喝个交杯呀，是吧？这个登徒子，官府管不了他，那今儿个就让我这个严旦小爷好好的管管。哪来的臭鸟？鹦鹉见这轻歌曼舞，尚会察言观色，噤声不语；而某些人怎么没皮没脸的搅了这雅致还不自知？这人呢，还不如鸟知行识趣。小家伙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坏东西，坏东西！多谢柳公子，公子今日不在台下看舞，
福双跳的可没趣呢。你是什么人？我出1000金买每人1杯酒，与你何干？没钱少给我装模作样，小心我把你打的叫爷爷，再扒了你鹦鹉的鸟毛拿回去炖汤喝。哎，哎呀，哎呦！你柳大爷今日便替你祖宗教教你，该如何对待美人。福双姑娘，我也愿出1000金，不知你是否愿意与我共饮？柳公子就算身无分文，福双自然也是愿意的。好啊，你这个贱人！这净欢坊原来是个黑店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让官府把这给封了！等着！萧公子，对不住了。哎，我有个计划，这样，你们2个去盘问一下这个萧启，这个柳维阳绝对不简单，我去探一探他的虚实。燕丹，此人功法了得，你最好小心。知道，我做事，你放心。你们干什么？我已经许久不用这些了，你们别报错了仇。你少来这套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我萧启对天发誓，我从来不对男人用药。你专欺弱女子，不知羞耻吗？既然你专精下药之术，这个可曾见过？我也不是刻意隐瞒你们，使用这种迷药的，江湖上唯有一家，我着实不敢招惹他们呢。谁？神霄宫，这蒙汗药就是他们神霄宫所制的销魂散。别说谎，我怎么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神霄宫呢？他确实没有骗你，只是你下山不久，不知晓罢了。这江湖当中确实有一神秘组织，名唤神霄宫。神霄宫极为神秘，无人知道它在何处，也无人知道它的公主是谁。神霄宫的弟子均为神出鬼没之辈，没想到我们竟被他们盯上了。这位公子见多识广，正是如此。这神霄宫习用梅花为事，宫人身上皆有3瓣梅花刺青，轻易不与世人。我曾研究过神霄宫的药方，很多药材出自朱翠山，想必这神霄宫就在朱翠山的附近。我还在净欢坊的后院中，曾经闻到浓烈的霞叶蒲根的味道。若再让我见到你作恶的话，必将取你性命。我滚！我滚！今夜我们便可在此地住下，入夜之后便可到净欢坊的后院去一探究竟，便知他所说的是真是假。怎么回事？我以为这个柳微阳是个行侠仗义之人，没想到也是个猥琐邪祟之徒。看我怎么教训你！你在这鬼鬼祟祟啊！去！公子，瘙痒术。公子，哎，扶霜姑娘，你放心啊，以后这个登徒子再也不敢对你无礼了。可是不必再害怕，不必再为他推诿。我看到他拿针扎你了，以后有我在，放心啊。我想公子你是误会了，我净欢坊中的女子皆爱以花草虫兽的刺青为饰。你看我这臂上的蝴蝶颜色旧了，所以我才请柳公子以针补色。柳公子常宿于此，与我房中的姑娘皆是好友，
他还常常赶走那些无礼之徒，所以他与我们只有恩情，从无仇怨。那你这弄大家不都很尴尬吗？啊，刘公子，误会啊，大家误会一场。哈哈哈哈。就凭你这拙劣的身手和眼力劲儿，还想逞英雄呢？别误会！巧了，你身上有股莲花香味儿，我养的这帮小东西们最喜欢吃莲子了。兄台居然会使御鸟之术？禁欢房里的是非多，不多会讲技艺的话，房里的美人们碰到今天这种情况，岂不是要被那些浪荡子轻薄侮辱了吗？快来帮我！坏东西！误会吗？柳公子，这位严公子也是好意，既然是误会，你就放过他吧。既然扶霜姑娘都开口了，也罢。怎么回事？还好柳未央放你一马，乱是乱了点儿，但是没破相。柳公子虽然没个正形吧，倒是个风趣的人。你信他个鬼话！我才不信呢！有如此心思还神通广大之人，不求闻达，就光在这舞房里怜香惜玉，我才不信。要不然就是这个柳未央有问题，要不然就是这个禁欢房另有玄机。有什么玄机？一个舞房，竟然还有药房，而且药品如此齐全，确实不太正常。你们二位来药房做什么？生病了吗？霞叶蒲根，你识得此物？几位公子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他们二位肚子饿了，让我去做一盘炒蒲根。霞叶蒲根乃是珠翠山特有的食材，清脆爽口，最能下暑气。镇上的人一般用来下酒，也算是当地特色。尝尝。柳大哥性格直爽，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了。既然这蒲根是食材，为什么会同药材放在一起？而且我也是第一次见到，在舞房当中竟然有药房的。二位果然是江湖中人，这疑心还是不浅呀。房中的姑娘们经常练武，有些摔伤磕碰什么的在所难免。再说了，万一碰上几个喜欢下药灌酒的客人，有些药材备着，也好应对嘛。单以霞叶蒲根入药，可治痰多胸闷。你说的单以霞叶蒲根入药，那你可知还有其他的用法？莫非你们二人是遭遇了神霄宫之人？霞叶蒲根入药只有2种方式，若非化痰舒心，那便是迷魂之用。
而此方唯有神霄宫可知。那关于神霄宫，你还知道其他什么事？神霄宫行事极为隐秘，我久住尽欢坊，倒是有所耳闻。据说这个神霄宫公主一直在找一件叫做礼尘的法器。我听说这个礼尘好像是一件天上的神器，若不知道怎么用，拿到手不过是一件普通的浮尘罢了。哎，唐公子，难道你……柳公子，这是我们与神霄宫的私人恩怨，我们不方便告知，还请见谅。理解理解，江湖是非多，我亦不愿多沾染。不过相逢便是缘，我好心提醒二位一句。如果我猜得不错，你们一进入珠翠镇，便被神霄宫的人给盯上了。你们不用花心思找什么线索，既然公主想要礼尘，那她早晚会来找你们，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！哎呀，可惜了这盘炒蒲根啊，看来只能我一人享用了。此人是敌是友，当真让人琢磨不透啊。此地可谓是鱼龙混杂，若是在这儿多住上几日，说不定会了解到更多神霄宫的消息。就算他们真的找过来，我们也有应对之策。哎，这个地方甚好啊，活色生香，凡间六旺，色声香味触法无一不全。我们多住几日，不仅可以调查线索，还可以多积累人生经验。我是10000个赞成的。柳维阳对神霄宫很了解，问到关键之处，他却语焉不详，怕是他想探透我们的底细。那可不一定，不知道是谁探到谁的底细。哎，你们之前提到过，神霄宫的人喜欢用3瓣梅花刺青为标记。对啊，柳维阳正好会刺青之术，岂不非常可疑？3位公子好巧啊，可要对其解闷。柳公子刚刚那盘得胜了呢。哦，不过10子而已，算是场小胜。扶霜与我学棋半个月，进步如此神速，果然聪颖。还是公子教得好。这尽欢坊来来往往人甚多，还从未有人能够赢过公子呢。柳公子，您的功夫、刺青、御兽，还有下棋，无一不精通。像您这样的人才，为何会躲在这胭脂堆里呢？都是些爱好罢了。要是严公子对下棋感兴趣，不妨来试试。甚好，那我就派出我的小弟与你比试一番。上！你不是出身名门正派吗？琴棋书画你肯定样样精通啊！你上啊！下棋我是真不会，靠你了。那巧了不是，我也不会。要不你上？我也不行啊，那怎么办？连青如此冰雪聪明，我猜啊，你就算现学也能胜他。你现在说这番鬼话合理吗？哎，要不然咱们2个打个赌，如果你不能胜他，往后夜宵全由我来做。上吧。罢了罢了，只能我出马。来吧，我与你比试。慢着，我和这帮姑娘们下棋，是因为她们聘我做了教棋师傅。我要是与你下，可有什么赌注吗？这样吧，金子银子乃是俗物，赌起来太没意思了。若谁赢了，便问输家一个问题，必须如实回答，如何？成交。最近怎么总有恍惚之感，仿佛曾经也与什么人这般下过棋。
我们毕竟是来查李晨线索的，若是消息走漏的话，怕是不妥。现在正是好好摸清柳维阳底细的好时机，而且我断言，严旦必胜。你怎么知道？他虽然是有一点点小聪明吧，但也是现学现卖，只怕是还没有开口掏出线索呢，就把我们的底细都漏光了。我就是知道，而且3盘以内，柳维阳定吃不下严旦一子，你去看着吧。我赢了。哎呀，我一时激进被你钻了空子。愿赌服输。你生平所见过最厉害的法术是什么？这个喽，不离锁，可以使人变成傀儡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要我看呀，这么恶毒的法术，应该尽早废除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得提前研习一下御鸟术，或许更适合你。小人，再来。我赢了，该我问你了。这柳公子一看就是富家公子，那你为何不归家，常年住在这金婚房中？家中的规矩繁琐，不如这里肆意快活，自然就不愿意回去。那你家在何处？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想知道的话，再赢我一把。来。师从游侠，最善驯鸟，心无大志，随缘度日。等等，棋子的数量不对，你赢我1子，棋盘上有180子，那么也就是说我的棋路里应该还剩1枚白子，但你看现在它不见了。按照规矩来说，棋路少子，对弈双方应当互相搜身，以证清白。我一向光明磊落，搜身就搜身，别想污蔑我。来，不可。不是吧？又来！还真没想到啊，原来严兄是女儿身。但是即便如此，便不让搜身的话，怕是有出千之嫌。按照规矩，在禁欢房出千，剁手。禁婚房是你家开的，说剁手就剁手啊？从来就没听过这种规矩，你再说一遍。不好意思，我给记错了，无需剁手，只需上台表演一番，给大家助助兴即可。这个柳维阳看似漫不经心，实则另有心思，肯定有问题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禁欢房的红花绣球，每位舞娘都有1朵，只要抛出，就代表情定此人。绣球招亲可是体验红尘乐事的大好时机，唐公子切莫放弃。绣球先落在你的眼前，显然与你更有缘，我可不敢夺人所爱。你既知前后顺序，那有些人，你早就该放弃。
你接了我们扶霜姑娘的绣球，就要接受这段良缘了。法环在手，约束于心，从此断情绝爱，了却红尘。难道唐州对扶霜动心了？姑娘，姻缘之事，还请另觅他人。你果然受伤了，我猜的没错，只是没想到，竟然伤得如此严重。我与你初相见之时，便见你配有此环，只是不知此为何物，为何会将你勒伤呢？凌霄派继承人需要佩戴此环，以正心无旁骛，了却红尘。若有违反，必受追刺之毒。如此看来，你岂不是……无妨，修行之人向来自绝于声色犬马。你初来五房，难免心神不宁，实属正常，不必太过自责。用不了多久便会好起来的，慢慢的你就会习惯了。两位公子，打扰了。今日得见两位精妙绝伦的剑舞，扶霜大为敬佩。扶霜于静欢房中现役，时而被人轻薄调戏，想学一些招式法术防身，不知公子是否愿意传授一二？荣幸之至，唐公子自然愿意传授。唐公子，习惯的机会来了。扶霜从未习武，还望公子赐教。姑娘从未习武，得从基础开始学。这套招式，够你练个半年了。只是扶霜往日宾客也不乏习武之人，寻常招式怕是难以防身。不知公子可有什么独门秘招，可保扶霜周全？门派独闯，仅自家人可学，绝不外传。扶霜今日以绣球相致，便是情定公子。若扶霜成了公子的人，是否可以传授于我？唐舟，在忙啊？我是不是打扰了？没有啊。扶霜姑娘前来请教防身之术。是啊，既然你已经接了人家扶霜姑娘的绣球了，那扶霜姑娘以后的安危自然是你来守护了。你不用解释，也不用不好意思，我们都懂的。原来只有你能让他心乱。既然严姑娘前来拜访，那扶霜就先行告辞，晚些时候再来向唐公子请教。我来找你们是有正事儿。我刚刚观察了下柳微阳，我发现他对你们舞剑的招式十分感兴趣。先是设局看你们比剑，后又有扶霜姑娘主动前来学舞。我觉得他们的目的没有那么单纯，我们得注意一点。是。扶霜有意接近，我会尽量跟他周旋，看看能套出什么线索。唐天师向来不近女色，在周旋的时候可千万不要疾言厉色，露了马脚才对。于墨，我刚刚听闻说这城中有一个说书人特别喜欢讲神霄宫传奇，回头咱们去听听吧，没准有什么线索呢。好。
那明日辰时，我们一同出发。好呀，没问题。锥刺之痛，轻则血流，重则筋断。你不可一直这样硬撑下去。凉水进身，可平心乱。快试试吧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方法的？我也有过迷惘之时。在过去的日子里，我看到我自己的心上人同他人亲热的时候，我内心之痛如锥刺骨一般，难以克制。后来我学会了将自己泡入寒水之中，用寒水来麻痹自己，克制自己的情愫。心上人，可是如何才能明白自己的心呢？三界之中，均特性不一，为生死平等。当你的意识逐渐迷离之际，便会想起自己心中所爱之人，而这个时候，只能面对自己的真心，谁也无法逃避。我的意思是让你大醉一场，并不是让你自溺而亡。你想起谁了？若是以正真心，是不是会让自己随心而动呢？凌霄派继承人应当了却红尘。若是心生疑念，便是弃道负义，为师门教诲，我必须恕己。师父，我为妖所杀，而如今你却跟一只妖动情生念，你不配叫我这声师父。徒儿并非有意破戒，此妖亦不是邪祟。师父，难道动情真的有错吗？他人皆可动情，而你不行，尤其对方还非人是妖。难道你忘了师父是怎么死的了吗？难道你要弃凌霄派不顾，弃正道不顾吗？唐周，醒了吗？今日咱们还要出门查案，你若还不起来的话，只怕严旦会来掀被子了。快起来吧！说好一同查案的，你说这个唐周，堂堂一个天师还能落水，落水还能得风寒，这已经够稀奇的了。那个李晨明明是他的救命之物，他还能如此不小心，真是服了。如果你真的生气，也不会打包这么多点心给他吃。嗨，这不是因为他给咱们挡酒，东西才丢的吗？他可以不仗义，但我们不能不仗义啊，对吧？这些点心足够他吃了。哎，这个是你最喜欢吃的，不如拿回去解解馋吧。这些都是你花的银子，你多吃一点吧。来。
我不喜欢吃。说那神霄公主9尺男儿，剑眉星目，气宇轩昂，豪气冲天，真乃英雄也。哎，我怎么听说那个神霄公主是一个满脸麻子的矮冬瓜呀？胡说！神霄公主身轻如燕，轻功高超，怎么可能是个胖子？别吹牛了，我见过神霄公主，她是个老头，腿脚都不利索，哪会什么轻功啊？神霄公主明明是个女子，我还闻过她身上的香味呢。哦，还真是百变啊！你说，光是一个茶馆，里面就有那么多人说见过神霄公主，而且描述的形象都不一样，这到底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要送官了，你们去2个人，把萧齐少爷的随身衣物全部打包好带出来。是。前2天刚从他口中探出些消息来，今日便死了，这事儿肯定不简单啊。这其中必有蹊跷，不如去府中打探一下，看我的。嗯。都弄好一点啊！夫君啊，你怎么就撒手人寰了？你是何人？小女子是金欢坊的舞娘，我与萧公子一见倾心，私定终生。本来今日是他赎我的日子，可没想到人没见到，却天人永隔了。虽说我们没有媒妁之言，可是在我的心里，他已经是我的夫君了。您行行好，让我进去看看他吧，哪怕一眼好不好？求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！您自重，您自重，您自重啊！大人，怕是您有所不知吧？我妹妹对萧公子可是一往情深呢，还请您行个方便吧。行个方便吧。那你们随我来吧。大夫已经来看过了，少爷是酒后噎食，气结而亡。少爷向来爱喝酒，但是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？小狗子，小狗子哎，此处有伤口，萧齐之死果然不是意外。这位萧公子昨天可曾与何人接触过？少爷，少爷是凌晨回的府，在门口被一个卖酒的老太缠住，少爷说求他买一些酒照顾生意。后来我就差家丁把他赶走了，少爷便直接回了房。再后来，丫鬟去伺候洗漱，一开门就发现少爷已经倒地身亡了。那你可曾记得那老人是什么模样？模样倒是寻常，不过他带了一只梅花样式的银簪子。萧公子，此生不能跟你结为连理，是我的损失。可否让我取下你的一段青丝，聊以慰藉？这伤口的形状，或像一朵300梅花，八成跟神霄宫有关。哎，头戴梅花簪，又是卖酒，说不定是客栈里偷礼臣的那个老太。走。我乃玉年，忠诚的信长，
若我舍下这些物件，是否可换得心境？唐公子可在？扶霜前来向你学习防身之术。我身体不适，不宜受侮，请回吧。公子何处不适？扶霜略懂医术，可帮公子诊治。好精美的簪子。放下。扶霜很是喜欢，可否赠予扶霜？公子这样紧张，莫非是心上人之物？姑娘说从未习过武，为何手掌会有这么多老茧？公子怕是误会了，这是扶霜弹奏琵琶时所留的指茧。唐周，颜淡，你别误会。二位见笑了。方才唐公子说身体不适，扶霜正在为他诊治呢。昨日教练武，今日帮忙诊病，进展不错嘛。我看唯一不足的是把别人的东西当成定情信物。良辰美景的，正好给你带回了点心，慢慢享用吧。不打扰了。颜淡，颜淡，这是颜姑娘的东西吧？我见她方才盯着这簪子，大概是误会了。今晚怕是要赌气伤心，快去哄哄吧。扶霜先告辞了。颜淡担心你的病，特意为你打包了点心，没想到却撞到了这样的一幕。你放心，颜淡足够聪慧，相信定能看出扶霜的弦外之音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便好起来了。颜淡猜的没错，扶霜故意靠近，暗中在我身上搜索。方才我发现他有9链刀剑的老茧，十分可疑。凡间的5毒、6妄、7情8苦，我尚未体验完。可此刻我心头的这些酸涩、烦闷之感，究竟是何种情绪呢？林清果然偏心，把好吃的点心都留给唐周了，害得主公大人只能饿肚子，自己下厨房。我做了蛋炒饭，要不要尝尝？好香啊！怎么，连吃相都变得这么斯文？有心事？还说没有心事，连撒谎都不会了。平常遇到什么事情，这红尘路早都已经写满了，现在连笔都不动了，而且还常常盯着他心神不宁的。颜淡，发生了什么？你跟我聊聊，咱们俩什么关系？
有什么话不能说吗？我并非有意瞒你，只是我也不知我怎么了。我一碰到唐周，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，而且根本没有办法自控。哦，这么说，你喜欢上他了？我不知道。我虽然经常看那些缠绵悱恻的爱情话本，我自己也会写出这种诸如此类的折子，可是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动心过，我也不知道情动到底是什么，所以我也不明白我对唐周到底是怎么样的感觉。无妨，现在不知，早晚也会知道的。而且啊，我们妖类寿数绵长，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去体验尘世之中的情感。不过，唐周的身份特殊，为人，他要做凌霄派的掌门，而且要断情绝爱。待他历难结束之后，便会返回天界，继续做他的神仙。无论到时候你会怎么想，我现在都要劝你一句：你与他身份悬殊，绝非良配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千万不要勉强，我不希望你会受伤。颜淡，你可明白？我希望你真的明白。公主，计划一切顺利，他们已经上钩了。既果却得业，我的妖力竟然退化至此了。力道已够，只是准头还不太够。只要多加努力，一定能百发百中。紫菱，你不必安慰我。紫妍毒发那日，我曾度他500年妖力，以延缓毒性。可是这500年的妖力，纵使我100倍、1000倍的修炼，也难以再弥补。哎，只要你愿意帮忙，日后山主定不会亏待你。哎呀，这狐族向来是较真认死理儿。而且最恨遭人欺骗。我一个小小毛笔器灵，我怎么敢招惹他们呢？哎，这事儿啊，还是算了。这万一要是被他们知道了，我不好。哎呀，俗话说得好啊，器灵，气好更灵。只要你能帮我把你那个笔毛换成顶级的狼毫，如何？当真？当真。这世上真有笔仙？试试不就知道了？画圈为是，笔道为否，笔仙在上，解无之疑。来了。
狐妖琳琅是否能够修炼得道，恢复法力，百步穿杨。你看，笔仙的想法同我一致。多谢笔仙指教。琳琅还有一事想问，琳琅已到成婚之年，请问笔仙，琳琅是否有姻缘命定之人？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！这我可没叫他。你可知道，装神弄鬼、说谎之人，在我们狐族要受什么刑罚吗？不，狐妖大人，这不关我的事儿，这都是他逼我做的。你又骗我！第一个确实是我授意，但第二个真不是我教他的，是吧？也许他说的没错，我们俩真的是命中注定，有不解之缘。要不，我们试试？好身手，我就说你可以的嘛！你说你这个狐族公主啊，人长那么俊俏，你脾气怎么那么暴啊你呀？啊，你说这样的丫头能嫁得出去吗？哎，你是臭破逼，敢污蔑我娘子！大婚之日，我第一个折了你！哎，谁要跟你大婚，谁又是你娘子了？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折了你！别跑！哎，不！别跑！别跑！看来这两人确实有命定之缘呐。哎呦，为了保命，我还是闭嘴吧。并没有与消气伤口形状一致的梅花簪，咱们去下一家吧。严奈，干嘛？啊，那个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什么话？我与那个福霜毫无关系的。昨日房内，我本身就是想查清真相，我才和他演了这出戏，你不要误会。你的用物，我绝不会送给别人。你这是干嘛？干嘛跟我解释这些？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误解而已。那个昨天晚上，我本来想向你解释来着，但又害怕自己不够诚恳，我就去看了那些画本。那个戏里边就说，有误会要及时解释的，你懂的，对吧？唐天师一向古板嘴硬，没想到为了道歉还去看画本了。行了，既然误会都已经解除了，便原谅你了。至于这花束，既然你看过那么多戏，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取次花丛懒回顾。这是何意啊？意思就是，旁的我都不喜欢，我只喜欢这个陈花簪。没想到唐周对他居然如此用情。别家店我也都对比过了，没有发现。好吧。姑娘这根簪子花样很是别致，只是这材质普通了些，要不要在本店定做个金玉的，更加华美？你们店还能定制簪子啊？只要付好银子，提供图案，本店就没有做不出的款式。
掌柜说这是福霜之前定制过的发簪图案，如此看来，这簪杆与萧七的伤口形状是一致的。这么看，这福霜很有可能就是杀害萧七的老太。神霄宫的人这么厉害吗？都会变脸之术。若只是图纸所证的话，他恐怕不会轻易承认。萧七曾说过，神霄宫的人身上都有3瓣梅花刺青。如果此事能够证实的话，那这事儿一定是他们做的。若是有刺青，肯定是在隐秘之处，你们2个不好去查，交给我吧。严姑娘，怎么是你？是这样的，堂主让我来向姑娘赔不解风情之罪。他说他已经知错了，想给姑娘订几件衣裳作为赔礼。可是他不知道姑娘你的尺寸，所以让我来看看。原来如此，那我让丫鬟量好尺寸之后，稍后告知你。你先出去吧。没关系啦，大家都是女人，别那么客气了。来，别客气啊，我来啦。方便吧？我看看。不必了，严姑娘。严姑娘，我让丫鬟量就行了。放松，没事啊。真的，严姑娘。严姑娘。没想到证据就摆在我们面前。之前我们看到福霜手臂上的蝴蝶刺青，遇热水之后竟然变成了3瓣梅花。这么看来，他一定是神霄宫的人，这回绝对错不了。既然被发现了身份，他今天晚上一定想尽办法通知其他的宫人。我们只需静心等候，便可顺藤摸瓜，找到神霄宫，拿回李晨。哎，喝点茶吧。这是何处？我在典籍中曾经看到过，说这世间有一种术法叫做镜湖水月，可将自己的灵力转化为灵域，躲在其中，掩盖踪迹。这灵域中的景色跟真实景色完全不同，可以根据施法者的心意改变。这明明刚刚还是黑夜，转瞬之间变成了白日，如今是夏季，可此处却梅花盛开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此处便是神霄宫公主的灵域。福霜背后的人果然是你，神霄宫公主。哦，你们何时开始怀疑我呢？城中并无柳姓大户，你的身份真假，一探便知。镜湖水月因你而动。有此等身手的人，除了你以外，还能有谁？费了这么大的力气，把我们困在此处，恐怕你还有别的想法吧？3位心思敏捷，法术超群，若非以福霜引你们入局，想把你们困在法阵之中，当属不易。既是如此，还不赶紧把这破法术给收了，省得一会儿我们给它破了，还要费你的气力。你们虽然知晓此乃我的领域，但是想必破不了我的法阵，只能在其中被榨干灵力，化成枯骨。法阵果然厉害。他若是想杀我们，在金荒房内多的是机会。你曾经说过，神霄宫公主御用李晨，却不知道其使用方法，所以神器无法施展。你千方百计地将我们引到此处，你是想让我们相助于你吧？是坦诚相告，还是干戈一场？
由你决定。这是何物啊？为什么我一靠近它，感觉我的妖力变得衰弱了呢？它，便是我引你们进来的原因。我曾身受重伤，丢失记忆，醒来时，便已身处珠翠山中。面前是一位老人和这个漩涡。老人告诉我，此处唤作魔像。他教会我从中提取力量，并依靠魔像修炼，增进灵力。他还教了我幻化成他人容貌身姿的术法。我本想问出他的身份，但他却不愿多说，最终撒手人寰。我只好在此缔造灵域，隐藏魔像的存在。后来，我借助魔像修炼，逐渐康复。当我想进入魔像寻回记忆，获取更多力量时，却发现入口瘴气，无法突破。参见公主。我同时建立神霄宫，招揽一批工人，寻找破解瘴气之法。进欢房所有舞娘都是神霄宫人，偷到李晨后，我始终不得其法。多亏你们找来了进欢房，如此，便有了我的将计就计。公主，你这个鸡贼的，你邀请我下棋，就是为了套出李晨的使用方法。套话不成，你便让扶霜接近唐州，看他身上有什么可以驾驭李晨的方法。一气不成，你就以梅花3位线索引我们调查。看来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也都在你的谋划当中嘛。缘由我已说明，只要你们帮我进入魔像，我便归还李晨，并让你们出镜湖水月。可是你始终不肯解释这魔像究竟为何物，而且为何会吸收我们的灵力，究竟是否危险？诸事待解，叫我们如何帮你？关于魔像的消息，目前我只知道这些，更多的消息，待我进去之后获得记忆，便可告知。神霄宫盗窃在先，更何况之前你骗过我们一次，现在又来骗我们，你当我们傻啊？若是几位不愿意帮忙的话，那么这个李晨，你们便是拿不走了。哼，这可由不得你。我倒是有一个想法，除非你带我们进魔像。你要干什么呀？听闻1000年前仙魔大战，这凡界遗落了不少天上的宝贝，
唐周曾经说过，凡是神器所在之地，必出异象。而如今这里魔象盘桓，此处必有神器。不如我们做一个交易，我们帮你进魔象，你帮我们找神器，从此以前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，如何？好。好了，靠山给你靠。靠山靠久了没出息，以后我都要靠自己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唐周，是你吗？雨墨，快醒醒！雨墨，雨墨，醒醒！这是我梦里的场景。严丹，唐周，怎么回事？唐周，快醒醒！唐周，为何我一触碰到他，便心痛难忍，想要落泪？醒醒啊！云娜，云娜，唐周，云娜，云娜，我们现在用法术救不了他，可是你现在这样，对他来说也是无济于事啊。这杀只缠睡梦之人，只有醒来才能破解，快把他唤醒。好，唐周，唐周，醒醒啊！唐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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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醒醒！
你要选他，还是选正道？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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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你终于醒了。你要是再不醒的话，我刚才都想把你打醒了。我不能动心，我不能让颜丹受到伤害。第一次看到唐周这般惊慌，他究竟梦到了什么？堂兄素来法术超绝，为何这次却迟迟破不了梦魇呢？虽然是梦魇，但却和真的一样，连疼痛都很真切。我找不到破解的方法。只要进入魔像之中，便会回想起让人痛苦的记忆。虽然心境难平，但是醒过来之后，便会好些。你是如何知道的？我刚刚那些梦境，我从未经历过。因为我梦到此生最爱之人赴死，这便是我3界之中最怕的事情。唐周如此神色，只怕在幻境中见到了那个一直求而不得的梦中人。他这般难过，便是很喜欢那个人吧？你不是说你失去记忆了吗？那方才梦境之中，想起些什么呢？我只看见当年重伤疗愈、苦修术法的创痛时期，并没有其他的。这魔像之中，空无一物，它的能量从何而来？现在风沙这么大，咱们先找找吧。走吧。走吧。前方有水潭，我去给你们盛点水吧。哎，这水怎么变颜色了？小心，快走啊！颜丹。绿洲是巨蛇所化。我天，这蛇怎么有9条尾巴？难道是典籍上所说的，这是魔族神兽9尾蛇？若真是9尾蛇的话，大家护好周身，其血有剧毒，不可沾染其血。嗯。退后，颜丹！小心！
这蛇尾能重生。典籍上说过，9条尾巴当中有1条是命门异尾，只要找到它就可以了。那条尾巴不会重生的。2条，它们互相缠绕在一起，彼此相互，肯定有1条是异尾。不要轻举妄动，若砍错了蛇尾，导致重生会更加危险。这样，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仔细观察。小心啊，你们！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剜肉？我可以帮你疗伤的。蛇毒剧烈，唯有去除方可疗愈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小心，有幻术！不是都说九尾蛇之前随着魔族已经消失了吗？他怎么会又出现在这儿？定是之前我们有谁见过他，留下了恐怖的记忆，他才会出现在魔像里。哎，你们之前谁见过他？此蛇定是出自参与过仙魔大战的火德元帅。当年，正是他将师傅送回的天琴。此蛇既与魔族有关，我倒想看看与魔族相关的消息能在茶楼里卖个什么好价格。你傻呀，这有什么赚头？要我说，不如把他的蛇牙给拔下来，这样更有价值。我最近呢，想写一本神仙意志画本，用他的蛇牙拿去当道具，定能刻满。财迷心窍。蛇牙取到了，我们走。这是哪儿啊？未知之地，大家务必小心。啊，这好生诡异啊！这明明是一座寝殿，怎么这么多镜子？我知道了，这难道就是那老夫人说的寻回记忆之处？你怎么了，李维阳？我没事。我知道了，定是寻记忆寻的。哎，你看其他人寻记忆都这么的困难，那个龙王送给你的幻翼珠，你为何不用啊？
我现在是凌霄派弟子，需负完当下职责，和以前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不急这一时。那好像有什么东西。你猜的没有错，不负荒颓，万物转生，这应该就是第3件神器——楚墨。楚墨，世间竟有如此宝物，如果被他人知道，岂不是要引得万人争抢？他们是谁啊？难道是这寝宫之前的主人？刘一阳，你认识吗？此人位高权重，统领重臣，看起来应该是个重要人物。这寝宫久无人住，镜子里还能反映出往日之景，看来此处别有玄机，咱得当心点儿。想必是楚墨重启，先例外意的缘故。你们过来看。献我血肉，奉为神享，求赐通天之力，逆转乾坤本源。居然以血照力，如此阴邪法术，绝非仙家所为。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不好，九尾蛇要复活了，大家快把楚墨取走！刘洋，绝非镜中画面。你回来了。终于回来了！你究竟是何人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，你怎么样？我也没事。果然，我知道了，他是没有意识的，只会攻击移动之物。这样，我们2个人飞出殿外，引他出去，另外2个人留在这里取神器。好，护好银弹。我驱散烟雾，你赶紧取神器。
神器拿到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等等，你有干嘛？拿着，这是谢你救我一命。原来这是心动的感觉。拿着。啊，刚刚在沙漠中也救了我一命，折损了一个花瓣。我再给你一片，你留着吧，以后护身用的。拿着。行了，走吧。其实我也不是很想要，勉强收下吧。此人功法之深，招数之怪，世所罕见。我与唐周都难以轻松应对，怎么柳维阳虽功力不济，招数却堪匹敌？应渊、颜淡，你们定想不到，我化作石雕，还有解化之日。被石化之人，期49日内，若有人将困身之时化物散去，便可复生。只可惜，我因石化过久，此腿只怕难以复原了。林中大雾尽散，怕是因魔族异动。我乃天界仙子，谁知杀我的人是帝君，救我的人却是魔族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既然老天都相助于我，应渊、颜淡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颜淡，颜淡。
小心！公子，你可算是醒了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又为何回到此处啊？是扶霜把你们带回来的。他说你与公主在魔像中昏迷，只能一同带回尽欢房。我刚好被派来照料公子。哎，不必，你看我现在好着呢，你赶快去忙吧。啊，公子，没关系，雨墨，我自己可以。雨墨，哎呀，你怎么样了？伤势如何？燕青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我现如今疼痛难忍，急需你的关照。主公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。我们？我忽然之间又觉得自己没事了，你看我都能坐起来。好多了。那我们就谈正事吧。我和严旦拿了神器之后，还未走出宫殿，却被一股神奇的力量给震晕了。醒来之后呢，就回到了尽欢房。说说吧，你在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们刚刚交手之时啊，柳微阳刚刚看清了神秘人的真正面目，就在此时突然之间自爆了，而且释放出巨大的灵力。在此之后，我跟你们一样，全然不知了。这魔像里面竟然有魔族的神兽，还有灵力强大的神秘人，这会不会跟魔族有什么关系啊？若真如此，逝者失仇，我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咱们必定要好好查上一番，为我日后的神仙意志画本再添上新的一章。好，我也加入。喂，你不是来寻找李晨的吗？现如今李晨你已经拿到了，而且还在魔像中偶得第3件神器啊！目的你已经达到了，现在为什么还要跟着我们呢？若真有魔族祸乱凡间的话，我身为凌霄派的弟子，岂能坐视不理？我必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我觉得我们越来越像一个小队了，虽然各自的目的不同，但是殊途同归。在过程当中，我们行侠仗义。我日后一定要把这些故事写进我的画本里，人妖齐心，守护苍生，必定会传为佳话的。有人看才怪了。我看，那你就慢慢看。好了，别开玩笑了。而且，在魔像的法阵，并非像是天界所示。在宫殿中，神秘人对柳微阳说：“你回来了。”由此可见，他们一定是旧相识。他口口声声说进入魔像之后就会恢复记忆，现如今发生的种种事情，是敌是友，一探便知。你们公主呢？我要找你们公主。公主在魔像中身体不适，想静心休养，今日不见任何人。是吗？她有什么不适啊？我们这儿有妖界的神药，还有凌霄的秘方。你公主得了什么病？让我们进去，没准看看就好了。她是不想见呢，还是不敢见？公主既然严明不见，那么无论是何缘由，我都不会让你们见到她的。诸位，请回吧。口气还不小，难道你就不怕我们闯进去？二位虽功法高强，但这毕竟是神霄宫的地界，诸位如果要战，扶霜定当奉陪。
那是九尾蛇的蛇牙，小心啊！你现在杀我，他也活不了。蛇毒未清，虽然他的伤口已经愈合，但是毒素已经入骨，若不及时治疗的话，他这条胳膊怕是保不住了。伤势已无碍。李维阳，可凭你一面之词，要我如何信你？九尾蛇乃是3界中剧毒之物，被其击中，皮肉尽腐，骨中毒血，唯有其牙可以将其吸出。你为什么会对这些如此了解？你已经恢复了记忆，否则功法不可能会如此强悍。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混沌苟活数十年，如今陡然知道了一切。只有痛，没有快。现在我心乱如麻，能否容我独处些时日？你们与我有相助之恩，我一定会有所报答。你们想知道的一切，待我清理好前尘，一定会如实分说。你体中的毒血已经吸出，这是我消耗3年灵力调制出的散血露，你将它涂抹之后便能痊愈。他方才所用的招式，与在魔像中神秘人的招式不尽相同，甚是可疑。不过，确实是我轻敌了。柳维阳所言非虚，此路确实疗伤灵药，你的蛇都已经全都解了。可若他是敌非友的话，为什么要给你解药呢？可是不管他是敌是友，此人生性狡猾，在未知全貌之前，他所言断不可信。魔像寄生在珠翠山，统管此地的土地公应该会略知一二。入夜之后，我们前去探一探，或许会知道一些什么线索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啊，这可是我们山境众妖口口相传的说法。后来我又翻遍了藏书阁，找到了文册佐证，说这带尾的妖类遇到自己心仪的人事物，心生欢喜之时，便会摇尾正心。你不信？你说有吃的我才来的，吃的呢？呢？哇！果真如此啊！那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看出来琳琅是否对我有意。百灵，你这回帮了我大忙。这样，以后你们羽族的所有苦力活，我全包了。不过，他看紫妍看得这么紧，你是怎么把他拐出来的？今日不知怎的，自入夜以后就没有再见到琳琅了。我姐姐每60年就会躲起来一日，我已经习惯了。60年，天干地支轮变，60年一轮，阴极阳转之时。三尾雪狐生性属寒，女狐更是体阴。若遇到阴极满月之夜，便会神虚灵残，甚至画出部分原形。莫非就是今夜？
坚持说琳琅，不能给狐族丢脸。琳琅，啊，他怎么来了？你在哪里？他来一定是听说了狐族的妖尾正心，前来证实。不行，不能让他看见我的样子。我知道你在这里，琳琅。今夜你身子虚弱，有危险，我来保护你。你不过是惺惺作态，你想看我的狐尾？你走吧，我不出来。啊！你别过来！我乃堂堂野兰山山主，绝不会趁人之危。这样，我现在转过去，我就看不见了。你看，那你把眼睛闭上。转过身去。转过去了。那我跟你说，我出来之后，你不许偷看我。嗯。听到了？嗯。你是不是来看我狐尾的？当然不是了。你看，我是来给你送药的。我不知道你们狐族平时用什么药材，就去药医阁取了些来，里面呢有安神草、护灵根、滋补龟壳，还有聚气丹，这些药材定能助你安全度过今晚。我给你拿过去。啊！你别过来！我不转过来，不转过来。这龟甲妖力深厚，定是千年妖龟所出吧？哎，我在妖界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，你怎么得到的？阁中取来的呗，搞不好啊是那妖医的私藏之物。你放心，只要今晚有我在。琳琅，你没事吧？啊？哦，我没事。你看到了？今夜天气冷，你身子又弱，我就给你找点柴火，暖暖身子啊。公主，
你已成功入了魔相，吸获魔相之力，你为何还如此愁苦？以前我以失意为苦，而如今结一苦，却更生千百愁思。心愿未圆，苦痛难赎，就让我放纵一回吧。看来柳微阳确实没有骗咱们，他确实性情欠佳。这道符只能够维持1炷香的时间，是走还是现身，可有决断？他说他心愿未圆，若我们能帮助他完成心愿，他是不是就能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？看他如此颓废，就算我们强行逼问，估计也不会向我们袒露心扉的。还是我们自行调查吧。哎，我第一次见神仙有点激动啊！你说那神仙是不是都像戏折子里写的那样，鸾姿凤态、仙风道骨的？何人请神呐？我是凌霄派修行弟子，捉妖途经此地，求借珠翠阵献制一看。何有供奉？臣来的匆忙，未带供奉，请您行个方便，来日一定加倍补偿。一介凡人，道行低浅，有何资格请神托住啊？不帮。你这神仙就不是那个，这长得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吧？这性格还势利眼儿，这跟戏折子上写的完全不一样啊！区区凡人敢戏弄本仙？区区地仙竟然如此傲慢，九重天上的上神也不会像你这般。好，一个凡人你不肯理他，那我是妖，你要如何呢？如果你不肯借我献制的话，信不信我把你胡子烧了？妖，本仙恪守先则，奉公守制，不惧你这妖类的迫害。哼，留得清白在人间，天界诛仙，一定要为小仙做主啊！别喊了，别喊了！我是想说呢，刚才我们确实过于粗暴了，还望仙人您多多谅解。这样吧，我请您去体验一番凡间乐事，作为赔礼，您看如何？此酒只当天上有，哈哈，世人有口应未尝。好诗啊，好诗！没有想到大人您如此这般文采斐然，着实让我心生佩服。来，为了您的文采，我敬您一杯酒。好，来，哎，干，哎。哈哈，大人果然是气宇轩昂，连酒量都是非同一般，简直是人中豪杰呀！来，为了这个，我再敬您一杯酒。来，大人，喝了这杯酒能活99。干！啊，99，啊，好。哇，好酒量，好酒量啊，大人！我们再来一杯。大人，醉了。你们妖类手段果然阴险，怪不得常言道，妖邪祸心。严旦做的没错，若是你们那些正派的招数管用的话，那就轮不到我们这些妖出手了。藏献制的法器找到了。
哎，你们看，就是这个。哦，原来朱翠山曾经是魔族的领土啊。我看这书上写着，邪神将魔族的力量源泉留在了朱翠山。那这个力量是不是就是魔像啊？那魔像当中法力高强的神秘人，说不定就是邪神。若魔像源自于魔族，那么柳维阳为何可以吸取魔像的力量？那魔像当中的神秘人法术高强，我们二人皆不是对手，可柳维阳却能与他过招。柳维阳从魔像出来之后，功力大涨，而且施出法术又与神秘人相同。若他是魔族人的话，那一切真相便可以解释了。可若柳维阳真的是魔族人的话，他为什么带我们走出魔像，又为何帮你治疗蛇毒呢？这个柳维阳，他既然心情不好，不如趁机灌醉他。一个人去套他的话，另外一个人去他住所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眼下他避而不见，必然是心有戒备。你如何管他？那就告诉他，有一种酒可圆他心愿，解他心结，让他自饮而醉。什么酒？世上有一种酒啊，名为如愿，是用莲花的根茎而制成。喝了之后，在梦中便会如自己所愿，见到自己想见的人和事情。这种酒我刚好会制。你从哪儿来的莲花根茎啊？你看，那日在沙漠中，你变出根茎救唐周，不慎断下一截，我就一直收着。没想到我的根茎还能酿酒呢，这法子谁教你的？一个心愿颇多，总愿意借酒圆梦的人。如果你想学，我可以教你啊。可以啊。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大大提升修为灵力，少不得非凡手段。花精族有此一劫，要怪就怪你们是颜淡的族人。你是何人？为何擅闯我花精族领地？你们是花精族的人？正是。我是颜淡的朋友，被恶人所害，受了重伤。爷爷，这的确是颜淡的花瓣。正是。颜淡说，他妖力不足，无法替我根治。他说，花精族的人向来纯良慈悲，博施济众，一定会救我的，便给了我这片花瓣，让我来此疗伤避祸。之前颜淡以一己之力救我们花精族于天师之手，这个人情不得不还。来。赶紧把这位姑娘带到族中医治。是。走吧，爷爷。姑娘，慢点。
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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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样了，爷爷？你为什么要害我们？若没有严旦，我便不会来。要恨，你们就恨严旦吧。你是一个凡人，你竟敢吞噬妖元，就不怕被妖化、被反噬吗？我就是要被妖化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变得强大。虚其反噬算得了什么？比这痛苦的，我早已历尽。孩子，快通知大家，逃啊！快逃啊！我不，爷爷。多谢。于墨，你教我噬火术吧。我知道，我们花精是属木的，修习火系法术十分艰难。可是这个太实用了，我以后不想再受别人庇护了。我也想去保护我想保护的人。昨晚呢，你是一夜未睡，这酒还需要一些时日才能烧成。不如你先休息，晚些时候我再教你。行吧。现如今，唐州已经寻得3件神器，只差1样神器便可圆满。虽然说我们3人是其乐融融，但是终究会有分开的一天。你已经在外面快活惯了，会不会不想回雁兰山了？外面再好，哪有不回家的道理？至于那个小人，不提他了。于墨，水火明明是相克的。可是你们九旗可以同时掌握这2种，你在画出人身之前，修行是不是非常艰难的？九旗一族的术法呢，分为7重，前6重皆是水术，需要在最深最冷的水中修炼，而最后1重，则为炎火之术，需要割舍下之前的认知，以炎克寒，自毁修行，方能修炼成火灵。没想到你们上古彝族修出个人身这么难，好复杂。虽然非常的艰难，但是唯有历经此难，才会懂得取舍，习得涅槃之火，保护心爱之人。若说寒水可以修炼护佑九旗，那这身炎火便是割舍自己，剔骨生热，催灵化力，方能护佑心爱之人。燕丹，我把心头轻雾压下，只希望你能长长久久的自在快乐。如今你喜欢一个人，却要这般痛苦，我宁愿现在就把你带回雁兰山，再不染凡尘俗世。
原来你早已对他生情。酒已酿好，你是送他还是送酒？快送他回去吧。躲了这么久，可算是抓到你了。我过来并非为了与你打斗，这是如愿酒。这如愿酒能帮你在梦里实现你心中所愿，虽然改变不了现实，却也算是慰藉。等你心情平复好了之后，我才过来与你探讨魔相之事。为何要帮我？魔相疑团未解，若生祸端，难保苍生太平。你是解谜的关键，必然前来找你。况且，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早已结下情谊。开解有人，不需要理由。你很像我的一位故人，你同他一般，都是这样的恩慈天下，满口的苍生忍义、责任担当，热衷在三界四方管些闲事。但是你同那时的他相比，多了些人情味儿。今日我也想来管管你的闲事。你同我一样，都是失意之人，想不想知道之前的事情？你找回了记忆，却生出了新的苦闷，郁结难解。或许放下前尘，珍惜眼下就够了。待我喝完此酒，心愿得偿，明日便会告诉你们一切。你走吧。不知道前尘，怎知道眼下该珍惜什么？我有我该偿的债，你也有你应结的缘，应缘去。
日后查案需小心谨慎，心结难解，需坦诚以待。所以你我今夜以茶代酒，互问3个问题：喝茶为是，泼茶为否，如何？第一个问题，你给严旦设下不离所，并非为了管教妖类，而是存有私心，对吗？你之前提到心上人，是不是严旦？第二个问题，你迟迟不愿意服下幻翼珠，不愿意恢复记忆，是否也同严旦有关？你是否告诉过他你的心意？第3个问题，你若集齐4大神器，是否会与他断绝瓜葛，安稳送他离开？这茶为何像酒一样？你若不愿回答，直说便是。我又不会逼你，何苦如此？这茶